大家好哈，欢迎回到这个频道哈。是什么原因呢？让一个已经跑去游山玩水的人呢，现在又跑回来这边录影哦。当然就是因为昨天呢，那个棒赛哈，棒得不开心啊，比棒赛了哈，棒球赛哈，看棒球赛看得不开心看棒球赛看得不开心呢，不然呢，反正你昨天要一边看一边吃，结果呢，第一局就给他输2分了，加没落去啊，放到现在才来吃啊，喝饮料啊，这个也是昨天要买的，也是放到现在，一开局就输2分了呀，输2分怎么追得回来？不好玩嘛，对不对？不好玩就看不下去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呢？有时候我们要试想，12强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时候在打？是季后在打季后在打的话，没有投手经过一整年他已经踹了100多场，对不对？他的能力到哪里他有可能受伤的那个边缘值在哪里他的强度呢可以到哪里今天训练多少，明天可以发挥到，他完整年了，他已经非常熟悉了。可是现在是春训春训不一样对不对？春训为什么要办春训？为什么要办那个队内练习赛？为什么要找其他国外的队伍来打那个春训前的那个练习赛？就是要干嘛？不是要赢呢，就是要让你去出错，让你去出包，从错误中寻找调整的方式，这样你开季的时候才能够把真正的实力拿出来，而且最重要是避免受伤，对不对？他知道说你的身体延展到哪里，对不对？开展到哪里，然后你的强度就要训练到哪里结果呢？你现在春训有没有？每次先发都找那个没有经验，对那个什么，对南非那一场，对尼加拉瓜那一场，甚至对西班牙那一场，那个投手排出来都是什么？生涯第一次面对大场面，生涯第一次投国际赛你把那些好的投手都压到后面，那些在中职甚至小联盟有经验的投手你都压到后面没经验的放前面都脑袋想的都说这个投手现在让他有面对大场面，2年后之后有没有要打经典赛的会内赛这样子这个投手出来他就有经验了，打不嘞资格赛哪能打不进去？你个想2年后的事情要干嘛？对不对？你徐诺西黑勇你都不推出来都压在后面，等已经输了那么多分了才叫他出来投，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投手这种东西有没有有经验的你不压出来开场就先输2分了，尼加拉瓜也输2分了，西班牙也输2分了你个主场呢想讲那投手我们先 hold 住他第一局不要得分那个对手都霸卡拢俱乐部的是拢有社会人的第一局他们挂零一下我们就偏回来一开场就是见喜那就从头领先到尾那没嘞那剧本都要得兵下来，都从头输到尾从头被人家压到尾都打那个南非的就150公里赢人家130公里他讲到球速就讲到车速了，对不对我们自己在骑车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你上坡跟下坡那个就不一样嘛你春训就是像在上坡，对不对？我在慢慢爬上我的高点嘛你上坡的话有没有？你骑摩托车你在上坡，对不对？上坡的话一定是那个阻力会压，不会 cover 掉你的实力嘛。所以说你本来可以骑100公里的那个极速，你上坡可能顶多剩下打7折，对不对？你下坡呢？下坡就像我们球季后那个打12强，你已经整年都很熟悉了，对不对？所以是你可以 over 你的实力对不对？你可以超越你的实力嘛，对不对？人无食，人家懵掉无看到明仔载很有派变成说你下坡的时候，就像我们骑车，你本来时速可以100，下坡可能可以冲到120所以说有些人说表速算什么？下坡速度更快对不对？所以说投手在季后玩就比较强，所以说你这些没有经验的投手，这些比较少上场的投手，你可以拿来打那个季后的，这样子他已经玩一整年了，他遇到一些状况他才能够排除。国际赛的是1场2场
甚至1局2局，甚至1个人次2个层次，对不对？3、4、5棒，他们打完，中心打者大概就决定这一场比赛。你3、4、5棒，对不对？第一轮让他得分了，第2轮又让他得分了，那就结束啊！你们6局打完就结束啦，再打到9局，对不对？还有5个传单这样 KO， 对不对？所以说，你有经验的投手就是要压在季前，春训前的这种比赛，像这个资格赛没经验的，你要让他去 try 有没有？应该是要在季后，因为他已经玩1整年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些投手其实也不是说他实力多差啦，就像我们在骑摩托车一样，你第一次考驾照，你敢保准说你第一次去骑就从头过关吗？不可能嘛，对不对？紧张本来会过的，因为没有经验嘛，对不对？出来，就骑出去，就记得谢谢再联络，对不对？现在投手我可能平常没有上大场面、大比赛，甚至国际赛这种的，他在下面也是虎虎生风，可是一上去有没有可能一个角度或是一个挥背，该扣的没有扣下去，对不对？球就偏了，结果偏了之后，他想说，我瞧回来一点点，再扣多一点，对不对？扣多一点又开了，对不对？一次下去，一次上来，下次就红中，得去对面捡球啊，对不对？所以说讲到这个就是说类似像我们的车厂一样当年有没有39800的时候，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打39800？不是造福你的客人呢，不是造福这些客人说20年前我卖4万20年后我要卖39800，个熊人8块，有时候真佛心对不对？回馈消费者，不是这个原因经销商都快跳槽了，对不对？本来挂你的牌子的，对不对？我们没有车可以推荐，客人来问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车，他想想好像说谎也不是呢，他不说谎我活不下去呢，所以说他就向上面抱怨对不对？对不对？SAF 的就像经销抱怨，经销就像总经销东西，总经销就像顾问抱怨，顾问就像公司抱怨，一层一层抱怨上去说，你再不处理，那个什么条咖都跑光了啦，我这个庙也不用盖了，大家都不用玩了，所以是为了经销商的生存，他才怎么讲赔钱卖车，对不对？其实说赔也还好啦，就是大家各自损失一点啦。所以说，你的车厂要有你的定位嘛。他现在变成说，前面那一间追兵，敌人他已经追不上了。后面那个本来他看不起的，没有，忽然间又会靠近点就跟你摇一下，靠近点就摇一下。所以说，领先的车厂现在变成联络次要敌人，攻打主要敌人了。以前4、5年前，你一个人把我们2个踩个吃，把我们2个这样踩着打，一个说什么，搞一些奇怪的车啦，所以说呢，会买你的人也是奇怪的人。一个人就说笑死人了，每次董事会就是在那边争权争董事长，对不对？你到底是在搞那个玩股票公司，你到底是股票公司还是摩托车公司？切人工股东会就是要换董事长，股东会就是要争权自己的江山留不住都给别人用去，就过了5年，有没有？你也换了董事长，他也换了董事长，人家的董事长会做事，你们的董事长对不对？很帅，对不对？穿西装打领带，对不对？高富美，对不对？但是怎么做都没关系，海外有海外的眼光，对不对？留学回来的，对不对？有他的看法不一样，对不对？他觉得电好，觉得电有未来，对不对？那你努力发展电，但是在台湾这个市场，对不对？人就是这么多能买的就是这么多那个 Bloomberg 的经济学者都讲过啦，电车在全世界的销售量永远就是不会超过10%你要超过10%的地方，就是政府的补贴像丹麦那些国家政府的补贴硬让它拉起来，或是用法规用政策规定你油不能卖，只能买电的不能买电你没办法不然就搬家移民对不对？所以说呢，雅马哈它的车，它就是用最小战力，用最小战力，对不对？它进站，jog，对不对？然后进好，对不对？都是125，其他的一些什么一边其他的一些周边战力，Verona、BWS、Limi，你们用125，
所以说他把引擎已经统一了一统浆糊一统浆糊全部都125125再延伸出很多种机种用最小战力用最小成本发挥最大战力，然后呢他也不打广告了啦也不找艺人的啦，都没啦，都不用找了，不用找李多惠，谁都会我也不会就不用打广告也不要再开发新引擎了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去争取一些不想要买羊肉面也不想要吃羊肉卤的客人来买他的车，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来，然后呢他也有聪明中，因为我是国际车厂，我有办法把一些国外卖得很好，国内大家爽得要死但是买不到的车呢，我把它引进所以说我能做的车我把它做出来，我做不出来的车，而是我做出来不合成本，或者说这个量不多，但是扛棒效应很大的，我就用进口这种方式它就生存下来15%、18%，有时候不小心可能会摸到20%我做老三没关系，但是我赚的钱够养活我这个车厂，然后我的品牌价值能够延伸下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虽然它只有18%，但是我觉得它这个18%的做法跟生存模式跟经营理念跟那个40%的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40%的呢，它在国内它可以靠国内赚的钱，白牌车赚的钱，塑胶车赚的钱，把这些赚的钱拿来呢研发它的黄车，研发它的红牌车，让国内的消费者可以再不用花那么多钱，比如说这台车红牌的要40万，结果他做出来只要25万当然品质价格那些细腻的东西可能不如国外，但是呢你可以先拥有这些东西等到你一段时间可能你财富自由了你再去买进口的国外的4大天王那也是可以可是你夹在中间这个车厂呢，你呢不知所云就像我们经典赛一样不知所云该先发的呢你把它放在后面，输了很多分的叫他出来该是那些战败处理的呢，让他去学经验的呢，你把他压去先发，讲话呢他上去手啦皮皮戳，卡嘛皮皮戳，第一球等于讲顺风球怎么投都虎虎生风啦你呢不是顺风球一个球投出去室外球，下一个球要砸到人我的等卡呀，要你骑车出去你自己再骑要骑多快有多快，忽然间警察跟你骑到旁边跟你刷卡，你就吓到了他到底是要耍我还是要抓我我驾照忘记带对不对，他行照放家里对不对，本身车子要贷款我操紧张对不对，所以说你的经营策略就是要有一个定点你看你是要专攻菜市场买菜车你的那3台买菜车那个我不想讲了就是那3台买菜车你认真经营，或许从那个地方为基础把买菜车做好了你高阶机种呢你要确定说你这个做出来不是模仿人家不要那个引擎一摊开有没有135也有125也有165 160也有170也有180也有，每一种都有你那么多颗有没有，每一颗都很好嘛，应该是不可能，就是这样变大变小变大变小而已你配的周边那一些油气进气系统其实都是同一套，问题是你引擎不一样，你又要调整这个，就像我们买一个就像改装车一样，它这么调来调去这个最 match 的东西有没有，让它这个状况喝一下让那个状况调到最好，问题是这个调来调来过去的过程中就是成本，就是学习，就是要面对失败，就像我们的经典赛一样，对不对？你派菜鸟上去就是要让他学习，你就是要承担失败一肩扛输的输一肩扛要怎么样，扛下来也是输，不扛也是输对不对？要以赢为前提去沙盘推演，而不是输了之后就一句都是我的错我来扛扛就扛，问题是输就是输了对不对你一开始就像我推菜鸟先让他们打不到球，然后再压抢的出来有没有，然后让他们呢1分都不得我们从头领先到尾完美结局资格赛
会内赛哦，明年去东京哦，去亚利桑那，去道奇，想太多了啦哈，对不对？来叫的还没播完呢，你跟他在个别想换场，没有机会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讲到重车有没有？再过几个小时之后有没有？那个羊肉卤还是羊肉汤有没有？他们今天呢就要推出那个一台新的车哈，一台他去年呢推出了 AD-TG 哦，AD-TG 哦，这台黄牌的算是越野型的速克达哦，400cc 的啊，市场好评不错啊，外销也有人在关注啊，路上也有看到有些人在买哦，啊，都是一些欧力上在买啊，真正有机会买到这个20几万的越野速克达哦，真的是要看人买，但是它就是它有赚到钱，它有口碑，它有一定的销售基础支持它可以去推出一些造福人群的机种，不管这个机种到底是叫好又叫座，还是叫好不叫座，但是它就是有那个实力、财力、能力、创新力去开发这台车。就他去年推出一台比较 off road 的，他今年呢就推出这一台哈，您讲零龟啦哈，还是龟苓膏都好，TTLBT 好，再过几个小时哈，它就要推出来。所以迪赛哥现在就进入这个重点哈，猜猜看哦，猜猜看，看他到底要买多少，卖多少钱哦。啊呢，我就归类一下哈，啊这个表格哈，我表格看清楚哦，看没干嘛讲半天哦。他这个车呢推出来卖呢，当然呢，它就是有一些基础上，他去定它的售价哈。当他呢，哎，这个是黑白的哈，表格可以黑白哦，人生不可以黑白哦。1 2 3，变彩色了哈，来变彩色变我火哈。它 TTLBT 呢，它到底要定多少钱呢？其实它这台车呢，就是由它原先的那个508的那个大黄羊哦，Machine 哦508这一台为基础呢下去做的开发哈。但是呢，它做的比较欧式哈，比较旗舰型哦，比较属于旅行型的车哈。所以呢，原来这台三洋原来508这台大洋呢，它本来是卖33万国产车哈。然后呢，对手呢，羊肉炉呢，它呢也有开发哈，它开发一台叫 AK550哈，但是这台就是摸到红牌的毛哈，所以它要挂红牌哈，它卖38万，38.8万哈。当然，现在这种摸到红牌的毛的车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它也不可能再去修改它那个引擎，把它修回来黄的，因为反正都卖不好了，多一 cc 少一 cc 哦，没什么意义啊。然后呢，他这台光阳当初也是想要一鱼两吃哦，所以他以这个 AK550的架构之下呢，他在前面呢又改了个2个车轮的哈，模仿雅马哈那一种的哈，3轮车哈。CV550呢，它卖42.8万了，然后这个价格出来呢，就确定了国内红牌速克达的天花板哦。就是42.8了，但是这个也是寒爽的而已哦，这个意义不大哈，没有用啊。这个怎么讲？卖得出去呢，叫做销售量啊；卖不出去呢，叫做生产量啊。有销售量才有获利啊，不然你生产一堆哦，也是等着那个大特价哦，叫经销商吃下来，然后他叫他想办法再消化掉。所以说呢，光阳羊肉炉，它这个价格42.8万，然后这是梦幻价，不可能哦。真正的国产车的天花板呢，就是 AK550的38.8，然后三洋呢，羊肉汤呢，这个 Macy 508呢，它就是33万。所以说呢，这台推出来这台 TTLBT 呢，这台零规呢，价格势必就是在33.8到33万之间，哦，在这个区间而已啦，能玩的就是这个价格而已啊。当然呢，进口车那个
看得到买不到，买得到养不起的这个呢，雅马哈 T Max 55万哦，这是另一个天花板，这是进口的哈，这是另外一种人在买的哈，他追求是另外一种东西，那个我们就不列入讨论了。当然呢，Honda 呢 ，Forza 呢，750哈，这个是红牌的，啊47.8万，所以说呢，38.8、47.8，这个就是进口天花板跟国产天花板的差别。所以说这台车灵龟这台车 TTLBT 它的价格呢，它不可能去挑战进口车47.8啊，它的上限就是38.8啊。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47.8呢？就是说我这个车要卖呢，就是我不能超越国产天花板，但是我要便宜的比进口有一定的价差，我购买小到爱送哈，爽到一个价格区间。所以说呢，47.8检查班要不要？要不要？哦，要是37.8啊。所以说呢，这个37.8就是你可以接受说，哦，我虽然买它一台车买到30几万、40几万，但是它比进口的那个标杆呢，进口的这个真的讲，进口车的那个优等生呢，便宜了10万，47.8，便宜了10万，变成37.8。然后这37.8呢，又没有超过国内那些卖不好、叫好不叫座哦，广为流传，但是很少看到的那些车，38.8又便宜，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就是要卖在37.8到38.8，这个是它的定价。然后呢，底标呢就是不能够低于33啊。为什么不能低于33？以前三洋那台508的那台旗舰大洋呢，它是一个置物箱，但是它这次推出的灵龟呢，变成3箱哦。置物箱旁边有2个扁扁的那个哈，你说要放卫生纸也好哦，还是要放那个雨衣也好，反正它就是能放东西，但是东西的造型你要自己去模拟哦。啊，所以说呢，它多了这3箱，当然一定会比前面再多2个轮子变成3个轮子，3厢车一定会比3人车好用。你3人车轮子出去只是转弯多压力啊，多折损，多消耗材哦。所以那个3厢车一定要比单厢的，它以前那个旗舰大洋那个 Messi 508呢还要贵一些些哈。所以我们假设呢，它就是可以多贵3万，但是呢，它如果33万再多3万，就是36万。它这样子定出来呢，好像说我就是像那个国产天花板呢，38.8万臣服了哈。我觉得我不能卖的比你贵哦，因为我的品质比你差，不能这样子哦。它就是我觉得我比你好，所以我要卖的比你贵啊。所以呢，它的定价李赛哥觉得它的定价就会定在39.8万，定价定在39.8万，但是呢，用这个价格出来卖，一定没有人买嘛，因为我就跟那个47.8万那个 Forza 呢就没有那个价差了嘛，因为我的比 Forza 小10万嘛，对不对？所以 Forza 减掉10万就是37.8，所以我39.8万首购便宜3万。变成36.8万哦，就是36.8，所以36.8万呢，又比 Forza 这个47.8万呢便宜了11万，比进口便宜11万，比国产旗舰呢又便宜了3万，或是2万，所以说呢，最终呢这个价格呢就会定在呢便宜36.8万，就是会定在36.8万，定在36.8万，而且呢送你3险金险好险，还有强制险，还有36期零利率36期零利率呢，36.8万多好1期60万这样子呢没有超过太多又可以负担得起来。然后你买这个旗舰大洋，然后又是旁边有2个箱子，你要买这个3厢的，你买 Honda 的，弄个100多万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迪赛哥对这台灵龟这个预测售价至于呢这个车好不好骑明天就知道了谢谢。